女神呢，一出场之后，就在地上种了一个种子，结果长出来是橄榄树。这橄榄树这个果子，橄榄果还能吃，还能做咸菜，还能榨油，对这个城市的人民呢提供了食物，觉得太实用了宙斯就决定说，我觉得雅典娜女神赢了，今后你就来守护雅典人民，守护希腊人民，就封你为希腊的女神。各位朋友们好，我呢最近呢去了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存在古老文明的一个神秘国家，那就是希腊。那我就先到了希腊的首都雅典市到了那儿之后我就把这个神话中的那样的一个现象回到了它这个希腊雅典的现实的城市之中让我觉得震撼无比。古代一个传说的神话让我现在震撼呢，就是因为一个建筑，雅典娜神庙。它的建造的就是宏伟、大气、端庄、典雅，那种雄霸四方的感觉让我真觉得叫震惊。在那个时候，全世界几乎大家都没文化的时候，都不认识字儿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建造出这么精美的一个建筑，真是叫叹为观止那个时候是2500年前这个神庙呢，就建在现在这个雅典城的正中央的位置。它也是比较巧合，也是天意雅典市呢，大约的中央位置呢，有一个不高不矮的一个大石头山包，这样一个小山，古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卫城。那这个神庙就修在这个卫城的山顶上。如果站在这个卫城的山顶上之后，就环顾四周，就等于是环视了整个雅典城，前后左右周围都看到了，也就制高点又是中央点，很神奇吧？在这个大石头山上头建这个建筑的话，那都特别的牢固，再加上神庙的这个建筑又很高，又大方又气派，和这个小山形成了一种完美的一种结合。建造这个神殿的起因呢，因为一场巨大的战争，就是当时呢，这个希腊雅典的周围有一个超级大国，叫做波斯帝国，它是横跨3个洲的这样一个大国。那首先是欧洲，那么亚洲的一部分也让它给占了，非洲的北部也让它给占了，就是超大的那个时代的国家。所以他们之间彼此吞并的这个战争前后打了50多年，但在最后一次，这个希腊联军呢获胜，把波斯帝国给打败了。打败他们并不是把他吞并了，而是他们打进来吞并他的时候，把他们给打退了，也就是打的时候就他们宣布失败了。在那个2000多年的时候，这个地区它不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希腊这个地方呢叫做城邦，或者叫城邦联合体。所以那个时候希腊人没有以为希腊是个国家，他觉得我们就住在这儿，就像原住民，你打我我就打你，我一个人打不过，我联合起来一块打你，就是这样。就是为了庆祝他们对波斯的战役获胜了，要感恩雅典娜女神的保佑，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呢就是供奉雅典娜女神，好保佑着我们平安无事，阻挡住这个外来侵略者。所以经过联邦会议召开之后，就一致同意，我们出钱，我们出力建造女神的庙。当时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全国最辉煌、最宏大、最漂亮最有威力的这么一个神庙，是为了让人心呢进行统一，能量进行统一，去对抗敌人的心进行统一，说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伙的，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它代表着神性、宗教性、政治性，还有一个叫主权。那么在公元前447年开始兴建，用了15年就把这个庙建成了。
希腊的这个神话传说当中是众神论，那么多的神，当时呢众神之王的这个宙斯就看说谁来守护雅典城周围这个地区，他给众神们开会。结果呢，当时有2个神跳出来是最有兴趣，一个是雅典娜女神，一个是海神，他们俩都特别有兴趣。那宙斯说你们俩不能一块管，只能有一个神管，我提议咱们做个比赛，你们俩看谁能给这个城市送一个最好的礼物，那么送的最好的礼物，我就会任命他，你们自己看着办。海神说我先来。过去的这些神都带喜欢战争，就拿着一个大叉子，就打仗用的3叉戟，这个大叉子在地上使劲一戳，这个海水哗就开始涌出来了。当时其他神灵说你冒下海水干啥，这都是人类又不是鱼类，是不是你这行了看下一个表演。就是女神呢一出场之后，就接下来跪在地上，就在地上种了一个种子，结果长出来是橄榄树。这橄榄树这个果子橄榄果还能吃，还能做咸菜，还能榨油，对这个城市的人民呢提供了食物。而且它种子之中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植物什么麦子米菜觉得太实用了宙斯就决定说我觉得雅典娜女神赢了，今后你就来守护雅典人民，守护希腊人民，就封你为希腊的女神。从此呢，雅典娜女神就成为了这里的守护神。那么她呢，在这个古希腊神话以及宗教信仰之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战争之中她就代表着智慧和谋略的女神。而在这个和平时期呢，她又是另外一个神，她可以协助你做这个艺术的创造手工艺编织比如说纺织以及农业种植等等的。就是人们呢自然在心中对雅典娜女神充满着敬畏乃至崇敬崇拜。宙斯也决定说，既然这样的话，说以后就这个城市就叫雅典。雅典娜出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它不像人类的出生，因为它是神。那他的父亲呢，是当时是众神之王宙斯。曾经在希腊有一个远古的预言，就说众神之王这个宙斯他自己的孩子将会取代宙斯来统治世界，统治宇宙。宙斯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传说之后，就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总是害怕自己那个生了这个孩子把他给谋杀了，把他给代替了。所以呢，他越想越难受想得睡不着觉。结果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他就一口把他妻子给吞到肚子里去了，把妻子给吃了。可是呢，虽然吞进肚子里去隔了几个月之后，宙斯这个头痛欲裂，痛得不得了，实在没有办法没办法解决这个疼痛吃什么药都没用。他就请一个铁匠神用斧子劈开他的头因为神死不了怎么劈开就劈开，反正也死不了就劈开他的头之后，一劈开就出了这个小女神雅典娜，而且全副武装，拿着长矛戴着头盔，全身盔甲就跳出来了。所以他从这个宙斯的头颅里出生的，很神奇所以神灵的出生总是和人不一样的。那这个故事呢，也记在这个神庙当中，在那个雕塑上头都描述这件事儿。整个这个神庙建筑呢，都是用这个白色的大理石建造的。其实我大约了解一下，它那个地区也有不同颜色的石头，但是我认为他们觉得如果用这种白色的这个石头来建造这个神殿的话就代表着一种首先是圣洁的。因为他们在古希腊传说之中这个雅典娜女神她是个处女女神是特别的圣洁，但是又充满着智慧和力量，就是又能打又能干，又能帮人干活，又能发明创造又那么慈悲善良
是这么一种综合的神性，所以我们觉得应该用代表着圣洁的白色的石头来制作这个庙。也确实它那个地区呢也比较盛产这个白色的大理石。这个整个建筑结构呢是一个长方形的，从一个建筑来说啊，在2500年的时候真是很大外围的边缘上总共用了是46颗大柱子，也称为叫列柱式建筑。列柱就是好像列兵一样的就站着排站很整齐很规则的。那么它在每一根柱子呢通常都不是用整块的石头它是摞起来的。选界的这个石头呢大概都1-2吨重，也就是这一个柱子呢大概10几吨。这个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小就拿这个石头柱来说它这个柱子不是由若干块石头这个累积起来的吗？可是它中间这个打磨的就是2个石头非常的平整。你看那个时候它没有电动工具这个是不得了的。这个围柱式建筑其实在那个时代是一种不得已。那我对建筑是有一定的研究的，为什么从圆形到发展成了8棱形、10棱形或者12棱呢？就是它这种承受力就会变强。那么它整体的这个柱子的形状你乍一看是笔直的，其实不是。所以它这个柱子这个形状呢其实是像有点特别像那个胡萝卜，底下稍粗一点。对，越往上走呢就是慢慢有点隆起，这个变化就是为了支撑力，为了力学。那这么多的柱子，因为不止46颗柱子，很多颗里头还有柱子呢。一个是柱子本身多了才能使整个建筑变得更大，还有一个他觉得一颗柱子可能就代表着一个城邦，看着它是独立的，其实我们是已经组合到一起了，我们联合起来了，也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并且这个柱子挖的这个凹槽就变成2个凹槽中间呢就隆起来呢，就是一个比较锋利的尖角。这个笔直的棱角呢你也可以理解为刀刃或斧子刃。他们在打仗的过程之中冷兵器时代不是用石头砸就是用刀斧砍，对不对？所以他相信兵刃的这种能量，这种能够捍卫我国家捍卫我人民生命的这个力量就意味着说我们是最坚强的。那么雅典是这么一个地震高发的地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神庙的破旧不堪呢，它有一个叫做不堪的历史，一会儿我就讲到。但是它的倒塌没有因为地震倒塌。那我们在研究说它为什么这么多年不会倒塌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建造的这个地点，这个叫渭城的大石头山包，这就是所谓风水宝地这个龙眼穴位，它就是选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风水宝地，就是这样子。所以旁边使劲摇晃，到它这儿不怎么摇晃，所以它这个地基呢是很牢固。再者呢就是它的这个柱子用柱子整个支撑这个建筑。这是2500年前它这个2个石头与石头中间放上了一个很坚定的木头楔子，这是一个短的木头棍儿。据说给上头那个凹槽呢据说留了一点活动空间，所以当7级以上地震来的时候，这个石头柱子稍有摇晃的时候它本身是有很强的抗体。那么还有给它带来更多好处是，它这个悬接的这个石头这2个平面磨的是特别的吻合，当特别吻合之后就像能吸住一样。所以的话呢，因为这样的种吻合性也使它不容易错位。那么整体不倒的另外一个与柱子有绝对的关系，它所有的柱子就是有一个稍稍往这个整个这个大房子建筑的中心方向有一点点倾斜，这点点倾斜几乎用人的眼睛看不出来，就是这个倾斜就是为了让它对抗地震的摇晃。那么还有一些细节的活，就是这是底下支撑它是柱子这柱子上头搭的这个梁，所以它都是石头的，每柱子之间有一条梁。那么梁与梁之间连接呢，它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程。那么希腊人呢，在这个
2000多年前他们的文化科技，就是我个人认为还算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用了铜和铁，所以他们在这个梁与梁之间的接缝做了叫工字铁的连接。为了让这个铁牢固的在里头怎么办呢？他要把这个铅就更加软的但是特别能填缝的这个铅金属融化之后倒进其他的缝隙之中，就是让这个工字铁就是比较密实的稳定的就长在石头凹槽里头，就是让这个上面这个石头梁呢，梁与梁之间产生一种叫坚固的连接，叫天作之合呀。在那个2500年前，他们不光说建造一个房子来使用，他还照顾到了美学，还有叫视觉的美学。他们已经发现了说，当我们的眼睛看一个平平整整的四方形建筑的时候，带给人视觉上的一种误差或者错觉，所以他在这个建筑上做了这个美学的设计，在建筑上来说是特别困难的。所以这条直线其实不是直线，是中间悄悄慢慢隆起来一点，这两头反而平静下来，它是这样的一种结构。只是说你用眼睛看的时候就不太注意，以为是平的。那么如果是完全平的这个建筑那么长30几米的宽度的时候，我们在视觉上会感觉到呢，中间是挖下去的，就塌陷下去。那刚才讲到的每一颗柱子，我说像一个超大号的胡萝卜，很多科学家为这个事做了一个研究。如果是一个比较笔直的上下一般粗笔直的一颗柱子，当这么多柱子落在一起，人的这个高度这么小，柱子有10多米那么高，我们在视觉上就会感觉呢，这每一个柱子它的腰是收进去的，就腰就变细了，就它的雄伟的感觉就会变淡了。所以呢，它中上区稍微这个粗起来一点的时候所以它的雄壮感美感才产生了，甚至感觉这个柱子是笔直的就弥补了人视觉上的一个美学和缺憾。它这个建筑的设计的细致度非常惊人的，整个建筑的4颗柱子比旁边的柱子都会粗一些，而且呢，它和旁边那个柱子中间的距离就更小一些。这个间距小一些产生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四方角上这个柱子和左边的柱子和右边的柱子距离都近了一些，就形成于3个柱子一起顶着这个角，它承受的力量是更强大，所以就增加它的力度。还有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奇性，它用了一种就是在那个时代的叫建筑美学。那么这个建筑美学呢叫4:9，比如说它的宽度和长度就是大约4:9，还有呢高度和它的正面的这个宽度乘4:9，还有一个4:9就是这个柱子从正面看的它这个宽度是4，那么柱子与柱子之间的这个间距是9。怎么能达到这么多的吻合性4:9的这么一个比例呢？这不可思议。虽然它之间的距离不是那么宽但是摆在一起就是看着那么舒服，那么高雅，所以叫和谐美妙的美感。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建筑能力就是雕塑。这个神庙用了大量的绝对精美绝伦的雕塑，我觉得可以成为这个人类的美术史上的典范，最早的典范之一吧。原来在这个神庙大殿之中雕塑塑制了一尊巨大的雅典娜女神的雕像，据说是有12米高，用了1吨多黄金，整个通体主要是用黄金和象牙而雕成的，当时著名的雕刻家菲迪亚斯的杰作。那么这个雕像呢，经过2000多年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可是在美国仿制的这个像还在那里。第二部分这个雕刻艺术品呢，就在它的这个正面门楣上头有个三角区。它的正面的雕塑呢，就是主要是描述了雅典娜
出生的故事，里头有人有神。那这个建筑的背面同样的位置呢，雕塑的是海神与雅典娜比赛这个神通的这个故事。在神庙的另外两侧长条的上头这个房梁的部分呢，还有雕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图案内容。有一侧呢就是描述希腊人和敌人的战争，那有另一侧呢是希腊人的祖先，那么希腊的祖先和这个半人马就打架。那我也亲自看了一些雕塑的能够残留下来的部分，人体的这个肌肉到结构，甚至马在奔跑的马的那个肌肉，这个女神穿的那些衣袍，等你真正看到这个雕塑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是石头的，你觉得是真人坐在这儿没有动而已，都是叫活灵活现。现在我又想起来呢，雅典的街上偶尔会遇到就是现在制造的仿它那个古老的那个陶罐，我觉得看了之后对我来说特别的吸引。那个陶土烧出来什么样颜色，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它自然陶土的颜色，而是它经过艺术创作之后的那个颜色。它的绘画的这个能力呢，就光在这个陶罐上就能看出来，那个古代希腊人的这个艺术能力是世界一流的。这那么多陶罐怎么画出来就那么像呢？是吧？你的远古时期很多人在那个山壁上画那个人和动物，它不是那么像的，它是大约是个人，大约是个动物。所以希腊人这个艺术创造能力也是令我非常的感慨的。希腊历史和所有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都一样都是不平凡的、曲折的、颠簸的起起伏伏的。后来呢被这个罗马帝国统治，那被罗马统治之后呢，雅典娜神庙呢就变成了罗马人的这个教堂，他的神就开始改了。又到后来罗马帝国开始衰败了，奥斯曼帝国站起来了。奥斯曼帝国后来的这个首领信的是穆斯林，就是伊斯兰教，所以呢奥斯曼帝国占领了神庙，那么可想而知雅典娜神庙又变成了清真寺。可是到了后来，现在大约500年前威尼斯人来打来了，那这个奥斯曼人呢在管理的时候呢，火药和一些武器都存放在这个神庙里头。可是威尼斯人引爆了炸弹，结果把这个神庙给炸毁了。到了1800年左右，就有一个英国的学者，也是一个伯爵，他就花钱呢，把这些尤其是这个雕塑的人像神像的这个部分，当时来说花重金买走了，也就是现在存放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这个大英博物馆的话还能够瞻仰雅典娜神庙当中那个精美的雕塑。我相信所有看到的人都是感动的。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古代的文明是那么样的神圣，那么样的强大，所以它的文化、建筑、艺术、哲学都是世界最高的。它这个建筑已经是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建筑。在2000年之后的今天，你看到它，如果懂得这一段历史，我觉得你可能内心会无数次的流泪我就有这种感慨多少的流血，多少的信仰，多少的真诚为了这样的信仰为了让希腊人免受这个侵略和战争之苦而建立了这个神庙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所以当时我在那里坐在那儿去想象中的时候，是有一群老头老太太围着那个大神庙在默默像念经一样祷告着。对，有时候整个城当中那个大钟声一敲起，所有人都在那诵念，在那祷告的那种震撼的场面，它成为当时希腊雅典人心中的灵魂
是整个雅典人心中的那种精神。就虽然是今天已经有点满目疮痍哈，受到严重创伤，那爆炸之后剩下的这些断壁残垣，它还是那么震撼。在希腊，还有了西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哲学的起源。等有时间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再聊一聊西方的哲学三圣，很感人、很了不起的伟大的故事。我相信你现在肯定想去希腊雅典去看一看，去旅游几天，和我一样就到那里去回顾观想曾经的历史。也许你同样的被感动。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